我的父亲为女帝打下赫赫江山，但在他遇袭身亡之后，我却被贬到贫瘠的北凉。但我秦泽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是要取走女帝的一切。秦泽坐在篝火旁，身边是他的大军，他们正处在归途之中，向着京师进发，准备重回故土。秦泽的心中充满了坚定的决心，他已经从一个拥有仅仅800亲兵的将领，成长为一个能够轻易调动数万大军的指挥官。他的目标明确，将高高在上的女皇帝拉下皇位，为自己和他的士兵们寻求一片新天地。自从秦泽离开朝日城6天过去了，积分已经累积到了4000多万，足以兑换20多万的5级兵种。但他并不急于冲锋，而是选择稳步前进，因为他知道，只要慢慢的离开北凉，积分还会继续增加。这一次，不同于以往的逃离，他带着坚定的信念，准备重返京师，将一切不公不义统统铲除。傍晚时分，天色已暗，大军开始安营扎寨。得益于之前的胜利，士兵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提升。篝火旁，秦泽静静的思考，计划着未来的行动。就在这时，一名神色慌张的士兵急匆匆地赶来，报告前方有可疑人物接近。秦泽立即命令将其带来。一个看似普通的中年男子被拖到秦泽面前，他身穿粗布衣长，显得十分狼狈。男子嘴中被塞了布条，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秦泽示意将布条取下，男子急忙报上身份，声称奉盟主之令前来，专程给秦泽送信。这名男子自称孙长贵，是从西京来的，手中的信是赤潮盟盟主现任吏部尚书之子张掖所发。信件藏于孙长贵的鞋底，经过仔细查验，秦泽看到了信中的内容。信中的字句虽然词不达意，但秦泽能感受到张掖的诚意和对当前形势的紧迫感。经过一番考虑，秦泽决定让孙长贵回去，同时心中已有打算。夜深了，士兵们陆续进入梦乡，秦泽却依旧坐在篝火旁，目光深邃，仿佛在远方的黑暗中能看到希望的曙光。在冬日的寒风中，京师清闲殿内，金风鸾的眉头紧锁，他的声音低沉而冷硬，询问关于诛杀黄龙的命令是否已经发往北凉。金建德身姿低垂，声音沉稳的回应，确认消息已被送出。随后，两人又讨论了另一个计划的进展。金建德保证5天内将有结果。金风鸾对此回应淡淡的点头，眼神中闪烁着不容置疑的寒光。此时，远在西京市中心广场上的讨论却是另一番景象。一个高大壮汉的言论引起了周围民众的热烈讨论。他们讨论的是否脱离大钱，成为图元国的附庸。一方认为脱离大钱能减轻赋税负担，另一方则认为没有大钱的保护会更加危险。在争论中，一位老者怒斥认为脱离是忘本的行为，指出真正受益的只会是世家大族，而普通民众仍旧会受苦。突然消息传来，赤潮盟的人闯入统军府，绑走了阮真富。人群顿时涌向统军府，那里的景象剑拔弩张。阮真富被绑出府邸时，府外的护卫分成2派，气氛极其紧张。此时，一位英气逼人的男子走出，直斥阮真富为叛国贼，并宣布若西京脱离大钱，图元国定会再次侵占。他的言论激起了周围人民的共鸣。紧接着，男子举刀斩下阮真富的首级，血水飞溅，激发了民众的士气。他振臂高呼，呼吁保卫西京，抵抗图元国的侵略。这番言论如同点燃了火药桶，激起了民众和士兵的抗争情绪。在他的带领下，西京的民变爆发了。与此同时，图元国的军队得知西京的动荡，决定趁机镇压，派出了大军向西京进发。另一边，秦泽的积分已达6000万，显示着他在这场动乱中也将扮演着关键角色。2日后，随着夕阳的最后一抹绯红逐渐消散在北凉的边际，一片无名之地迎来了夜的序幕。一匹疲惫的黑马悠悠地步入视野，他的步伐虽重却稳健，背负着一名身形魁梧的大汉，正是远游归来的猪八。猪八的目光透过缭乱的尘埃，眺望着这片变迁之地，心中涌动着归家的急切与不安。这位曾是教书先生的大汉，因战乱与生计的压迫，身不由己地投身于江湖之中，成了一名山匪。尽管江湖险恶，但猪八始终保持着一份对家的执着与思念，这份执着驱使他结束漂泊的生涯，踏上归途。走在久违的故地，猪八不禁回忆起离别时母亲坚毅的身影和弟弟的稚嫩面庞，这让他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面对家门即将重逢的喜悦，猪八暗自发誓要弥补这几年对家的亏欠，用自己的双手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然而，归途并非一帆风顺。猪八在寻找家的消息时，偶然间卷入了一场江湖恩怨。一家客栈成了这场风波的舞台，两拨人马因一宗暗杀王爷的阴谋而剑拔弩张，原本平静的夜晚因此变得血雨腥风。客栈内锋利的刀光剑影交织成一幅生死较量的画卷。
千机营的刺客和保护王爷的忠诚勇士们在狭小的空间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每一次的交锋都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猪八这个意外闯入这场战斗的旁观者，内心的挣扎与选择成为了这场战斗的转折点。在这个关键时刻，猪八选择了站出来，用一罐罐酒坛作为武器，干预了战斗的走向。猪八尽管身高体壮，但他的武艺平平，与千机营的高手们相比，显得力不从心。此刻，他与几位粗布大汉并肩作战，面对敌人凶猛的攻势，战斗迅速展开。猪八凭借着他那股子天生的蛮力，挥舞着重剑与敌人激战。然而，对手的武艺明显更胜一筹。在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猪八身上渐渐出现了伤口，血液沿着他的胸口流淌，手臂上也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他的两位同伴虽然勇猛，却也只能勉强抵抗。战场上，满地的酒水与血迹交织，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酒香与血腥味。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猪八不慎踩滑，重重地摔倒在地。千机营的一名壮硕男子趁机高声讥讽，挥刀直取猪八生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粗布大汉以身作盾，勇敢地挡下了这致命一击，鲜血如雨般洒在猪八的脸上，温热而令人心寒。此外，另一位粗布大汉在愤怒与悲痛中展现了惊人的力量，将桌腿踹断后，拿起桌子猛砸向敌人。然而，随着木盒的意外掉落，战场上的情势变得更加混乱不堪。终于，在猪八将要放弃希望之际，他想起了家中温馨的场景，这份回忆赋予了他最后的力量。他点燃了布条，引发了一场猛烈的火灾，火焰迅速蔓延，将所有人都笼罩其中。在这场混战中，猪八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量，却也让千机营的人陷入了火海之中。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场景陷入了死寂。猪八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痛与绝望。当他跌跌撞撞地走出门外，准备骑马回家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就在这时，一位老妇人的出现勾起了猪八对母亲的思念。猪八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娘啊，我回家了”。这声呼喊如同他一生中最响亮的宣言，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的母亲孙秀英正是他此生最挂念的人。在这最后一刻，猪八的心中充满了对家的思念与对母亲。这一日发生在这无名之地的惨烈战斗，无人幸存。无人知晓的无名小卒猪八，在错过了立冬团圆日之后的第11天，也就是11月19日的傍晚时分，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同样，这一日，秦泽收到了第二封来信。这封信来自于京师，信上同样有一道梅花标识，乃是800里加急送来。此时，距离大军出北凉只剩3天路程，而秦泽的积分也已经来到了7000万。在京师的深宫之中，紧张的气氛如同暴风前的宁静，两条消息的汇合点燃了一场暗流涌动的风暴。金风鸾接收到了关于北凉和西京的密信，他的面容虽然精致，却难掩复杂的情绪。而金建德面对突然而来的情报，他的心中也是波涛汹涌。密信揭露了一个震惊人心的计划，一支精心策划的暗杀队伍已深入敌后，他们的目标是秦泽，北凉的反叛者。这个计划需要极高的隐秘性和精确度，因为只有将毒涂抹的铁片准确射入秦泽的身体，他才会命丧黄泉。这个暗杀行动如同悬挂在京师上空的利剑，随时可能落下。然而，金建德的内心充满了不安。暗杀队伍已经多日失去联系，这与原计划相违背。他开始怀疑，是否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在北凉那片荒凉的土地上，没有消息传出，也许是最坏的消息。金风鸾的怒斥声如同惊雷在宫殿中响起，打破了沉闷的气氛。他对金建德的怀疑和不安毫不掩饰，他的怒气如同狂风暴雨，无情地扫过殿堂。秦泽的生死对于金风鸾来说是国家安定的关键。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冷酷和决绝，对秦泽的反叛有着绝不容忍的态度。同时，金风鸾得知西京的动荡不安，心中的烦躁与忧虑更加重重。西京的民变对于京师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西京的事态，他决定采取旁观的态度，让那些叛乱分子和外敌相互消耗，从而减轻对中央的威胁。在尚书府内，祠堂的氛围沉重而紧张，张力的眉头紧皱，每一次叹息都如同重锤敲打在心上。他的担忧不仅仅是为了西京的民众，还有他那在前线奋战的儿子。张力作为朝廷的高官，本应坐享尊荣，然而此刻他的心却如同被千万重浪击打，痛苦不已。旁边，张子生静静地坐着，他的双手不停地缝制着衣服，这个动作似乎是他心中唯一的寄托。他的面无表情，但从那细微的动作中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张子生作为张力的女儿，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当前形势的严峻，
但他选择以一种更为冷静和理性的方式面对。张力对西京的情况感到绝望，他知道金风鸾对于西京的放弃几乎是注定的。在这个家族和国家危机的关头，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力和沮丧。他甚至准备亲自前往皇宫，哀求金风鸾派兵援助西京，哪怕这样做可能会让他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西京的人民遭受屠戮。与此同时，张子生的理智提醒着他的父亲，这样的做法可能是徒劳的，甚至危险的。他知道金风鸾的心已经冷硬到不会因任何哀求而改变决策，更何况赤潮盟已经与屠元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张家与赤潮盟的联系如果被金风鸾知晓，那么张家的灭亡将不可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子生依然保持着一线希望。他相信秦泽已经在路上，他相信在这片混乱和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他的这份信念虽然微弱，却是张家在绝望中唯一的依靠。在一个日光刺眼的早晨，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战鼓，西京平原上狼烟四起，战火连天。空中成群的飞鸟被地面上的杀声震惊，惊慌失措地在高空盘旋，不敢下落。战场上，两股势力正激烈的交锋。西京反抗军的人马五花八门，从稚嫩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身着不一的服装，手持各式武器，但共同的是那份视死如归的决心和不退一步的坚定。这些人虽然装备简陋，但每个人的眼中都燃烧着一股不屈的火焰。相对之下，屠元大军则是铁流滚滚，纪律严明，士兵们身穿亮银色的盔甲，手持长矛，举起红色的水滴形盾牌，凶猛无比。其中一部分身材魁梧的士兵手持巨斧，提着巨大的方盾，他们的身影仿佛移动的堡垒，每一次挥斧都能够带走一条生命，场面极为血腥。这场战斗几乎是一面倒的压制，屠元军的每一次推进都会使西京反抗军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即便面对死亡，西京反抗军的战士们也毫不退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后退，西京将不复存在。战场后方，西京反抗军的大营中，一名青年男子，面容俊朗，却满是疲惫和决绝，正是张掖。他听到手下汇报，屠元军的攻势凶猛，自己的人马难以阻挡。张掖深感无力，明白西京的守卫已岌岌可危。他原以为能通过抗战拖延时间，然而屠元军的强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张掖思念着远在北凉的秦泽，如果他能来，西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然而，前来传信的人告诉他，秦泽并未带兵前来支援，西京似乎已被他放弃。就在张掖感到绝望之际，他走出营帐，看到无数反抗军战士和平民聚集，他们有的拿着武器，有的拿着农具，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保卫家园。张掖被这股精神所鼓舞，高举大刀，发出了保卫家园的誓言。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带领着所有人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与此同时，远方的北凉关口，一支快马加鞭的骑兵队正在奋力前进。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领头的是霍去病、典韦以及身怀9000万积分的秦泽。在绯红色的夕阳下，秦泽与他的精英部队穿越空旷的原野，奔驰而来。他们的速度快得惊人，每一匹马和骑士都已经疲惫不堪，须发凌乱，双眼布满血丝。寒冷的东风使得握缰绳的手都冻得发僵，只能依靠坚定的意志力紧握不放。秦泽揭开面罩，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自从几天前决定出兵西京迎战屠元大军后，他就没有停下脚步。为了速度，他只能选择轻装上路，带着几名将领独自前往。北凉的大军则交给了岳飞指挥，他们走的是隐秘的小道，尽量避免暴露行踪，这都是按照霍去病的建议行事。在秦泽的带领下，他们昼夜兼程向西京进发。数天的长途跋涉后，他们终于到达了西京。但此刻眼前的战场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只剩下一地的尸体，大多是西京反抗军的。这些尸体破碎不堪，未被掩埋，元征的眼睛充满了不甘。这是一片真正的修罗地狱。秦泽眼中怒火渐生，当看到一个青少年尸体时，他的心情更加沉重。那孩子手中还紧握着用来保家卫国的镰刀。秦泽亲自合上了他的双眼。这一刻，霍去病急匆匆地报来更坏的消息：屠元国的军队正在不远处与西京的人激战。这消息如同火上浇油，秦泽的怒火瞬间爆发。立即，秦泽动用了他积累的积分，打开系统商城，开始兑换军队。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历史上著名的蒙古骑兵上。这支由成吉思汗统领的骑兵部队以其凶悍和不可阻挡的战斗力闻名，决心以强硬的姿态迎战屠元大军。秦泽兑换了大量蒙古骑兵和蒙古马，这些矮小却极其耐寒的马匹与蒙古骑兵完美搭配，在寒冷的战场上更显得无坚不摧。随后，
他又兑换了大量的轻骑兵和重骑兵装备以及弓箭手，每一个步骤都是精心计算后的选择，旨在形成一个不仅能够迅速突破敌阵，还能在恶劣环境中持久作战的强大军队。当这一切完成后，烟尘中30万蒙古骑兵如同死神的使者般出现在战场上，他们的到来让空气都凝固了，那是前所未有的压迫感，是死亡的味道。这些蒙古骑兵们个个身材高大，魁梧健壮，看其体魄与大前人差别很大，此刻骑坐在矮种马上，倒有一种独特的感觉。而他们身上的兵器也不尽相同，同样是30积分1柄的武器，秦则挑选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武器，因此不是每一个人佩戴的武器都一样。有部分人所用的是长矛，还有人使用的是弯刀、短柄斧以及铁骨朵等。此刻30万人列队而立，秦则看着他们，不由感到一阵激动。这30万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性，那可不是一点点啊！要知道，当初的蒙古骑兵在历史上留下的赫赫凶名，甚至于在几百年后还成为了现代人研究的对象。秦则甚至记得当初曾在百科上看过某个外族很有名的参谋总长，名叫麦克阿瑟的人说过，要吸取蒙古军队带来的经验教训。由此可见，这支军队在历史上是多么的可怕，在他们的手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就是天生的征服者与掠夺者。秦则双眼微眯，目光中露出一股灼热的战意。图元国觊觎大前国土，想征服，想掠夺，那就做好被征服的准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若要开战，那就彻底摧毁。而这样一支凶名显赫的军队，自然也需要够凶悍的将领才行。他的目光看向了将领一栏，在深邃的夜色中，秦则的目光如同穿透历史的长河，他在密密麻麻的将领名单中慢慢寻找，每一个名字都似乎带着千军万马的威严和霸气。终于，他的目光定格在了一个名字上，白起，那个战国时期令无数人闻风丧胆的杀神。秦则心中明白，没有任何人比白起更适合带领这支蒙古铁骑，因为白起不仅是战略家，更是杀戮的化身。在他的手下，死亡不再是数字的累加，而是对敌人生命力的彻底摧毁。秦则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向系统发出指令，将这位古代战争的传奇兑换为自己的5星将领。随着系统的确认，一股强大的力量注入了每一名蒙古骑兵的体内，他们的身形变得更加健壮，眼中闪烁着战斗的狂热与渴望。此时，一名身形壮硕的大汉手持长戟缓缓走来，他的出现，即便是在秦则眼前，也不禁让人心生畏惧。他的面容凶狠，眼神锐利，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这就是白起，那个在历史上以杀戮闻名的人屠。白起的到来让秦则满意的点头，他直接下达命令，要白起率领这支铁骑去击败那侵犯国土的敌人。白起沉声应命，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展现出不容置疑的决心。他不仅要驱逐敌人，更要将他们彻底歼灭，以绝后患。与此同时，西京的战场上，反抗军与屠元大军正交战正酣。张掖虽然身负重伤，但他的眼中满是坚定与勇气。面对强敌，他和他的战友们没有退缩，他们用生命捍卫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屠元大军的将领，一个红发猛汉，手执巨斧，他的每一次挥砍都带走无数的生命。但西京反抗军并未因此畏惧，他们虽然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但为了保卫家园，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起最后的防线。张掖虽然疲惫不堪，但他的眼中燃烧着一股不屈的火焰。他拔出大刀，朝着敌人冲去，每一步都凝聚着他对家乡的深深爱意。即使面对敌人的嘲讽，他也毫不畏惧，因为他知道，即便是牺牲，也要为家乡争取到最后一丝希望。在破败的战场之上，张掖面对着敌人的嘲讽，却以沉默回应。他知道，唯有战斗才能证明一切。迅如闪电般，张掖几步冲至屠元兵前，巧妙避开了猛烈的长矛攻击。在这一瞬间，张掖伸手抓住长矛，牙关紧咬，骤然之间，他的大刀如同断金裂石般朝敌人脖颈砍去。刀锋所到之处，空气仿佛被一分为二，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这一刀带着张掖所有的力量和怒火，几乎是瞬息之间就砍在了屠元兵的脖颈上。刀锋划过的痕迹，伴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折声，热血如同不要钱般喷涌而出，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死亡的气息。即便是身负重伤，屠元兵的双眸仍然瞪得大大的，似乎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张掖并未就此停手，他再次大喝一声，双手紧握刀柄，全身的力量汇聚一点，再次猛地向下压起。大刀如同开山斧一般，每一寸前进都伴随着血肉模糊和骨头断裂的声音，直至彻底切断了敌人的生命。然而，战斗远未结束。当张掖以为可以稍作喘息时，
一名红发巨汉的挑战声突然响起。话音未落，一柄巨斧狂暴的砍击破空声震耳欲聋。张掖勉强用刀挡下，但巨大的力量仍旧让他倒飞出去，重重落地，口中喷血。红发巨汉的嘲讽声在耳边响起，讥笑张掖的脆弱和大钱的颓败。但张掖依旧未曾放弃，他艰难站起，眼中燃烧着不屈的战意。虽然身体已是极限，但心中的火焰仍旧炽烈。随着张掖和巨汉之间的对峙，战场上的西京反抗军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力量，士气开始回升。就在这时，远方突然传来沉闷而急促的鼓声，如同春雷般震撼人心。鼓声中似有无尽的力量汇聚，带着某种转机的预感。张掖借助远处的烽火，他的视线穿越了纷扬的尘沙，目睹了那自远方席卷而来的一道凶猛的黑线。这是一支蒙古骑兵队伍，以惊人的速度，犹如疾风骤雨般冲向他们。四蹄生风的骏马，每一跃步都带起一串沙尘。那强劲有力的铁蹄声，在鼓声和人声的呼喊中，汇聚成一曲震天动地的战歌。杀！简短而有力的喊声，在战场上形成一股恐怖的气势。这不仅是一个信号，更是一种绝对的死亡宣告。蒙古骑兵的每一次冲击，都如同狂风暴雨般无可阻挡。而在这血色的天幕之下，他们化作了一支钢铁洪流，携带着即将爆发的煞气和无尽的杀意，势不可挡的来袭。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呼喊穿越战场，如同从天而降的雷霆，西京的人速速退下。此处由我们来接管战场。随着这股声浪的到来，一面赤焰军旗显现在众人视野中，那是一种如同烈火一般的存在，在昏暗的天际中熊熊燃烧。这面旗帜不仅代表着力量和希望，更是张掖心中那份久违的安宁与信念的象征。张掖的瞳孔在看到那赤焰旗时猛然收缩，心中的疑惑与惊喜交织。这面旗帜，他曾在幼时仰望，它象征着不可战胜的力量和荣耀。2年的失落，2年的等待，终于在今日得以重现。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深吸一口气，大声命令撤退，撤退！镇北王来了！这句话如同天降神兵，带给所有人无尽的勇气和希望。在这一刻，尽管心中有无数的疑惑，北凉军怎会突然出现？但那如洪雷般的呼喊，地面上的震动，以及那高高飘扬的军旗，都在向张掖证明，他心中崇拜的英雄秦泽正携带着北凉大军冲锋陷阵，赶赴战场。在张掖发出撤退命令的一瞬间，西京反抗军的士兵们原本紧绷的神经瞬间放松，但很快被一股紧迫感再次拉紧。他们迅速从战场上撤离，心中充满疑惑和震惊，因为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救援大军来势汹汹，如同天降神兵，令人难以置信。这支大军的出现既是惊喜也是谜团，他们如同幽灵般突然出现，给予西京反抗军一线生机。对面红发的巨汉戴克利将斧头扛在肩上，眼中闪烁着战意。他看着敌军的撤退，并未太过在意，他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将这些人逐一剿灭。但眼前这支突如其来的大军却让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这是真正的对手，能让战斗变得更加热血，更有意义。他的命令简单而直接，撤退。他希望保存实力，以便将来的战斗中能与这支突如其来的大军一决高下。与此同时，正统帅蒙古骑兵而来的白起闻言不禁嘴角上扬，他的笑容中充满了寒意和杀气，他对战斗的渴望远未被满足。白起下达了追击的命令，骑兵们迅速行动，战马疾驰，冲向正在撤退的敌军。在另一边，霍去病统领的弓箭手大军也准备好了他们的箭矢。在他的命令下，数万箭矢如同密集的暴雨般射向屠原大军，场面壮观而惨烈。张掖眼睛瞪得大大的，一脸惊讶地看着天空中飞舞的无数箭矢。这壮观的景象几乎让他以为自己陷入了幻觉之中。虽然他没怎么参加过战斗，但对弓箭的威力还是有所了解。之前与屠原军的交锋中，他亲眼见证了屠原军弓箭手的射程之远，威力之大，自己的军队因此损失了不少勇士。但眼前秦泽手下的军队射出的箭矢射程竟然更远，这简直超乎人力所能及。想到此，张掖不禁头皮发麻，心中涌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他想到了北库草原上的那场战役，秦泽以少胜多，一举歼灭数十万红马兵。那场胜利看来也是依靠着眼前这般强大的军队，短短时间内将北库草原所有敌军一网打尽，唯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而此刻，张掖内心的疑惑终于得到了解答，随之而来的是他心跳加速的兴奋。他相信这样的军队定能将屠原大军驱逐出大前国境。如果这一战能够大获全胜，屠原军必然会灰溜溜地回到自己的国家，从此不敢轻易来犯。战场上，白起面带兴奋的红潮，看着天空中的漫天箭雨，
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放声大笑。这支蒙古轻骑，无论是从上到下，都散发着一股凶狠而嗜血的气息。这仿佛刻在骨子里的特性，只有血与杀戮，才能让他们的心得到平静。一场彻底的屠戮，是他们心灵解放的唯一途径。战场前方，图原大军的指挥官戴克利正领军撤退。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军队会被追上，即使被追，也不见得是坏事。他们可以诱敌深入，利用主力将敌人一网打尽。但身后传来的密集箭雨声，让他的脸色一变。一回头，他便看到了天空中如雨后春笋般密集射下的箭矢。他瞬间吼叫：“架盾！”盾牌刚一举起，箭雨如预料中的暴风骤雨般落下，声音震耳欲聋。但几乎是在瞬间，便有士兵倒下，惨叫声此起彼伏。图原军这支一向以勇猛著称的军队，首次在这片战场上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而此时，蒙古轻骑冲入战场，正式开启了这场战役的杀戮序章。